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好久没有读这个 LK99相关的论文了，我就特指 LK99啊。刚刚看到一篇论文是从这个韩国导牌论坛上找到的。因为最近我看这个导牌论坛和知乎都少所以好多信息可能都错过了。所以看到这个论文之后呢，我就赶紧给大家看一下。那论文的标题叫呢？不同冷却条件下 LK99的超导性探索这个图片其实讲的呢就是这是一个老论文了怎么叫老论文呢？大家看到了吗？这是2023年KPS 秋季会议的一篇发言Fall Meeting 嘛，是吧？那秋季会议就是10月份10月24号到27号 KPS 的一个发言。那么现在呢是在CAP 上发表了，就是韩国物理学会的期刊上发表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篇老的论文，但是呢是6月份刚刚发表的，所以就比较有意思了。论文标题呢叫不同冷却条件下合成的 LK99超导性探索，作者呢是来自韩国的大邱庆北科学研究院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院校。那么这个学院就是它的物理系能源工程系合作的一共有4位作者。那这篇论文呢，在现在这个档口所谓韩国物理学会的一篇正式论文发表，这里边原因还是值得玩味的毕竟是代表了韩国物理学会的这么一篇虽然不是特别知名，也是韩国物理学会它的内刊杂志，相当于是我觉得还是表明了某种态度吧。我们看一下论文的内容论文内容呢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摘要铜掺杂的铅磷灰池LK99在常压下室温超导性的声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本文呢展示了基于不同的战火方法合成的 LK99的结果较慢的冷却速率导致 LK99项的增加和硫化亚铜项的减少最慢的冷却方法呢获得了最高浓度的 LK99项。在某些样品中观察到了磁悬浮现象，一端吸附在磁铁上，另一端漂浮。与麦斯纳效应不同，在不同条件下合成的大多数样品对磁铁无反应。最慢冷却的样品表现出主要的绝缘行为，在其他条件下合成的样品表现出金属行为包含大量的硫化亚铜。在 4K 到 300K 的温度范围内，我们的样品没有观察到超导性的证据。这是摘要部分那么引言就是说呢，从能源生产到电池技术电力在我们的生活中至关重要。较高的电流会导致更多的能量损失，因此需要努力降低电阻，以避免焦耳加热。超导性可以消除电阻，一直吸引着研究人员使其成为一个持久的研究课题。实际上许多努力正在进行，以发现高温超导体并理解其基本物理机制。传统的超导体遵循巴丁库珀势力符，就是 BCS 理论，其中临界温度通常有效至30到40K。那根据麦克米兰极限，随后铜氧化物超越了这个极限，激发了深入的研究使得呢一些铜氧化物的这个临界温度超过了130K。此外呢，超导研究的进展还包括重费米子和铁基超导体。最近这个金属氢以及一些其他的特定化合物在非常高的压力下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性。然而呢，常压下室温超导性的存在仍然存在争议。理论上通过掺杂在费米能级附近存在平带。然而呢，目前的实验报告缺乏可重复性。比如一些实验样品是绝缘或者半导体抗磁体。另一方面某些实验表明呢 LK99可能在超过 400K 的转变温度下表现出磁悬浮现象。然而呢，这个结果并不能确切的确认样品的超导性，因为它可能来自铁磁响应。此外该转变也可能归因于硫化亚铜的相变为混合样品带来的这种金属性质。因此呢，争论就变得更加矛盾。
因为 LK99 的合成啊，可能包含了多项混合物，这就意味着 LK99 的合成条件应该严格控制。此外呢，必须通过系统的控制合成条件来调查 LK99 项是否表现出超导性。那在本文中啊，我们研究了各种合成条件下 LK99 样品的超导性。我们的分析利用粉末 X 射线衍射评估在不同条件下制备的样品成分。此外呢，我们进行了电阻率测量和磁悬浮实验，以验证我们的样品是否存在超导性。那论文里边的合成方法啊，就是按照 LK99 的这个原始合成方法啊，采用了 99.999% 的铜和 99.999% 的磷来合成这个前置体。然后呢，他们把这些前置体按照3:1的摩尔比研磨并均匀混合，随后呢，将所得的粉末置于石英管中，石英管经过5次的氩气吹扫，并抽真空至10的负2次方脱，以建立反应环境。那合成结果的外观啊，就像图1A 所示，就是以粉末和颗粒的形式存在石英管的这个前体混合物。图1B 呢，就是典型的反应结果，显示了这个样品啊吸附在石英管上，就是样品啊，无论前体形式是如何的，都吸附在石英管的底部。那不同冷却条件下，破碎颗粒的截面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那么他的论文结论啊，就是说呀，这个我们合成了 LK99 的样品，这是一种声称啊，在室温和常压下表现出超导性的材料，并通过采用不同的合成条件调查了它的物理性质。那 X 射线演示啊，显示呢，缓慢冷却会增加 LK99 项，而硫化亚铜和其他杂质的减少，特别是没有样品在常温和液氮条件下表现出麦斯纳效应。无论施加的冷却条件如何，大多数样品啊都没有表现出超导性。这就是这个论文的基本内容。那这个论文呢，得到了韩国政府的资助的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项目，以及这个大邱这个学院的项目的支持啊。那么这就是这个论文的一些基本内容。那我看到的也是摘要和这个论文内报道的一些片段啊，不是全文。但是呢，通过片段也能看到啊，这个论文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啊。它的论文标题叫“不同冷却条件下合成的 LK99 超导性探索”。但是它最后论文说呢，我们大多数样品均未表现出超导性。那这个话呢，矛盾吗？大多数样品，那是个别样品表现出超导性，还是个别样品有疑惑呢？那关于这个缓慢冷却的这个事儿啊，在众多的复线爱好者呀，包括这个戴院啊、牛建渣他们可能都大概知道了，或者有类似的方法啊。那这个论文在今年6月份发表，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只是说 LK99 呢，不行，不行。我们得到了比较多的这个项啊，最高浓度的 LK99 项，也观察到了这个所谓的磁悬浮现象啊。我们用了最纯的材料合成，但是呢，表现出这种磁性啊，很有可能是铁磁性造成的。它只是呢做了悬浮，而没有看它的比较确切的这个麦斯纳效应，就 MH 曲线的测试。那么这是论文的一个基本的介绍啊。那讲到这儿啊，实际上在韩国物理学会啊，这个参与到里边呢，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这么一个角度。我们过去讲的更多的都是韩国低温和超导学会，他们在主导这个 LK99 的这个验证工作啊。得出结论是什么呢？得出结论是 LK99 原始论文提供的这个方法不能合成出室温超导材料。那现在呢，韩国物理协会的内刊啊，就是也发表论文，就是Current Applied Physics， 就是韩国物理学会的这个也是一个国际性期刊，也呢说呢我们不行没做成，所以现在这个 LK99 呢也不差这一棒子了，是吧？但是就是目前来说呀，对于LK99 的这个始作俑者啊，就是李世培他们来说呢，
给的时间好像也不多了，但是呢，他仍然坚持在2周之后啊，在韩国这个济州岛会有一个重要的发言。那这个发言呢，是最后的探索呢，还是有新的东西？我们还只能说拭目以待啊。那有去韩国济州岛去观摩的朋友啊，也希望呢，到时候呢给我们做一个及时的新鲜的介绍。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